他是帝国皇子，但皇帝老子要杀他，太子要杀他，天下第一美女要杀他，所以他只能训练出一支无敌的特种部队自保，只能在酒后写出震惊天下的诗词，只能虎躯一震，将封地治理成世外桃源，让四方能臣武将皆来投。御书房内气氛凝重，仿佛压抑着整个空间。曹薇满头冷汗，皇帝的目光如同利刃般锐利，令他心慌意乱。在皇帝的等待下，曹薇只得咬紧牙关，试图讨好的开口，言辞间带着一丝谄媚。他巧言奉承，称赞皇帝伟大无比，仿佛是在为皇帝树立圣贤形象，但实则是为了自己谋取好处。夏帝听到曹薇的言辞，却放声大笑，眼中的嘲讽一扫而空。他说，曹薇所说的圣人之治，实际是一场误会，源自荒州王与一位书生之间的酒后闲谈。夏帝随后表态，表示自己并非圣人，而是一个有着私欲的君王，对权力的渴望远远超过了所谓的圣贤之治。在一旁的李健则借机提出对荒州王的批评，试图凸显自己的忠诚和能力。夏帝听罢，心头更是烦躁，对李健的插手感到不悦。夏帝最终命令三人离开，夏帝的头痛更加剧烈，而李健则继续施压，提议自己担任兵部尚书。夏帝虽然答应了，但内心对李健的动向十分警惕。离开御书房后，曹薇想要与李健结盟，但被李健和司马迁的默契所排挤，曹薇只能暗自等待机会。路上，李健与司马迁交谈，对荒州王的真实情况有所怀疑，认为荒州王可能是外圣内王之人。他们也探讨了李健重新掌兵权的目的，李健声称是为了太子，但实际目的仍然扑朔迷离。在皇宫供奉殿的一间密室内，夏帝与一位神秘的绝色少女交谈，暗示对荒州王的重视和担忧。少女提出，若荒州王不行，就将其置于死地。夏帝沉默，对少女的建议心存考虑。同时，青州官道上，春风吹拂着，车队欢呼着迎接春天的到来。然而，几个神秘的女子出现在车队两侧，目光注视着荒州王，似乎有着某种不祥的意图。3月的天气变幻莫测，就像孩子的心情一样，时而晴朗，时而多云。在一处官道旁，2只狗正在交配，仿佛在迎接着春天的到来。而就在官道上，荒州王的车队则在慢慢行驶着，随着地面上的积雪逐渐消融，雪橇马车开始变得不再适用，于是车队停下来休息，准备午餐，并将雪橇马车改装成轮式马车。夏天注意到了赵子长的发现，又有一批探子跟在车队两侧，而那位蒙面女子依然在驱赶他们。这位女子一直在辛苦地帮助车队驱赶着各方势力的探子，于是他决定再为他做一道拿手菜——刀削面。赵子长表示也想尝尝，夏天欣然同意。然而，当夏天环顾四周，却没有找到那位蒙面女子的身影，估计她又去驱赶其他人了。要说起这位蒙面女子，得从剿灭2龙山匪寨的事情说起。那天晚上，车队在村庄里过夜，夏天亲手为大家包饺子，但被一位白衣蒙面女贼偷了吃。女贼吃完后，和夏天打了一场旗鼓相当的斗法，最后留下了一张纸，详细记录了他为车队做的事情。第2天早餐，夏天特意做了面条，这位女贼又来吃了，又留下了另一张纸。这位女贼离去后，嫣然一笑，留下了一个名号——一枝梅。在官道边的雪地中，4位身穿白衣的女子跪在雪地上，恭迎着一位身穿红衣的绝世美女纵横圣女。他们准备活捉荒州王，但突然间，一位身穿白衣蒙面的女子出现，问起他们的来意，并调侃道：“他们是不是要把夏天捉去洞房？”杀气凛然，纵横圣女的眼中喷薄着怒火。她对一枝梅说：“你说的没错，我就是来捉她回去洞房的。一个外圣内王的男人，你不想要吗？”一枝梅不屑地说：“你身上的妖气太浓，假装不认识你也没用。”纵横圣女一剑刺出：“你是谁？”接着2人纠缠在一起，剑光闪烁，难分胜负，血液在雪地上慢慢渗出，剑锋碰撞出火花。不久，雪地染上了一片血红。纵横圣女捂着滴血的胸口，仓皇地离开。白衣女，我们之间未了之事，等着瞧，我还会回来的。在午饭时分，一枝梅满身鲜血地出现在夏天面前，狼吞虎咽地吃完刀削面，告诉夏天他与纵横学派的斗争情况，以及自己中了红煞掌的情况，无法护送夏天前行。夏天表示愿意帮助他治伤，尽管自己没有那家真气，但可以用金针风穴控制伤势。一枝梅心生疑虑，但最终同意接受治疗，心中感激之余略带羞涩。治疗结束后，一枝梅告诉夏天有关百家诸子的事情，警告他要小心对待。夏天问及为何百家诸子会找他，一枝梅解释了百家学派对于智慧圣人的渴望，以及各家的不同想法。夏天感慨万分，表示要加紧修炼武道，并开始了对新兵的训练。突然，地面震动，一队黑色骑兵向他们冲来，他们的头领下令杀死所有人，
但特别强调要活捉司马兰。面对突如其来的危险，夏天果断下令戒备，并决心加紧自己的修行。帝都的舆论沸腾，全城都在议论着夏天荒州王的名字。他的圣道与王道之治深深影响了帝都的人们。在大夏皇家书院内，孔雀院长怀着激动的心情跪拜在亚圣孺子的石像前，祈求着他是否预言了夏天的出现。然而他被皇上的口谕召回，禁止他去追寻夏天，而是专心教导学生，将儒家学说发扬光大。同样，位于皇宫占星台的青天监中，太史令李嗣也得到了类似的命令。他心怀激动，但也只能留在青天监中，无法亲自去寻找夏天。帝都的群芳楼，美艳绝伦的花胜男正计划着如何追求夏天。他心怀野心，希望能够超越传说中的亚圣孺子。他甚至想要夺取夏天的智慧与身体。然而，他也被皇上的命令召回，只能无奈地遵从。皇帝通过各种方式阻止了学派中人离开帝都，让人们的目光逐渐从夏天身上移开。同时，他也对曹威做出警告：若是李健安排青州军队谋害小九，我杀他全家。曹威吓得立马要飞鸽传书曹马，让他停手。在青州官道上，曹马正准备对荒州王车队发动袭击。此刻，在曹马率领的千骑之后，还有一支黑甲青州骑兵在疯狂赶路。为首的是一个年约20岁的小将，名叫李飞，是青州骑兵的副统领。他紧追着曹马，心急如焚，因为他接到了父亲李国公的紧急通报，知道曹马可能会对荒州王夏天不利。李飞要阻止曹马，保护荒州王。他心中焦急，如果无法守住荒州王，他将会受到严厉的军法惩罚，甚至要面对自己义父的威胁。他带领着手下的骑兵奋勇追赶，不想让任何事情发生在荒州王身上。李飞心中对曹家兄弟怨恨很深，特别是对曹马，因为他们的计划可能会危及荒州王的生命。与此同时，在一处名为沙湖口的地方，曹马率领着他的骑兵已经抵达。这里是一片原始森林，充满了各种凶猛的野兽和危险。曹马的目标是荒州王的车队，他心急火燎地要追上并消灭荒州王。荒州王的车队在官道上停下，几辆5马之车被推在一起，封堵了整条道路。曹马并不在意这些阻碍，他自信可以轻易地冲破。然而，当他们接近时，突然发现路边的马车车身散架，露出了3架装载着攻城弩的恶器。这些攻城弩装载着强大的箭矢，构成了致命的威胁。曹马意识到危险，但已经无法停下。攻城弩发射出9支弩箭，穿透了他的士兵，造成了巨大的伤亡。然而，曹马毫不退缩，他率先冲到了马车前，试图摧毁攻城弩和马车。曹马的马枪刺向夏天，仿佛命运之箭。但此时，荒州王却冷静地迎战。夏天一声冷哼，站在那里毫不动容。曹马则心中大喜，他看着夏天，内心充满了胜利的喜悦。这个荒州王原本被他认为是个毫无武功的书呆子，竟然如此轻易地被他击败了。至于身边的卢树和高飞，他们虽然是武将，但在曹马看来也不过是3流之辈，根本无法阻挡他的步伐。曹马心中充满了得意和野心，他认为这一枪是自己练习枪法以来最完美的一击，如同一条潜龙出水般，枪尖刺破空气，发出尖笑声。杀死荒州王将会赢得父亲的赞许，成为家族的骄傲，然后再消灭哥哥曹豹，继承父亲的爵位，成为大夏的右丞相。然而，就在他信心百倍之际，异变突然发生。一根铁棍突然出现，挡住了他的枪尖，枪头被击碎。曹马惊愕地看着前方，只见荒州王张嘴说道：“擒贼先擒王。”接着，一位身手矫健的大汉出现，挡下了曹马的致命一击。曹马感到绝望，这个人速度之快，让他无法抵挡。在电光火石间，他只来得及抬头，便被铁棍击中头顶，脑浆飞溅，生命即刻终结。战场上，赵子长舞动着铁棍，如同一尊战神降临。他的速度快到令人绝望，每一击都是致命的打击。黑甲骑兵在他面前如同纸鸟般脆弱。铁棍落下，鲜血飞溅，死亡的气息笼罩着整个战场。赵子长的战斗力无人能敌，他如同一匹猛虎横行战场，铁棍舞动间，敌人的头颅纷纷爆裂。他化身为战神，铁棍发出的尖笑声仿佛在宣告着死亡的降临。在赵子长的带领下，卢树和高飞也加入了战斗，形成了一支无坚不摧的箭头军阵。他们以赵子长为中心，一路冲锋杀敌，血流成河，将黑甲骑兵一一斩杀。夏天则站在战场边缘，打着战鼓，振奋着士气。他高声呼喊着军队前进的口号，激励着每一个士兵奋勇杀敌。赵子长听到夏天的呼声，更加勇猛无畏，像一头狂暴的猛兽，向敌人发起了冲击。夏天目睹着赵子长的英勇表现，心中充满了对他的赞赏和敬意。他知道赵子长是他未来征服天狼帝国的最强力量，
也是他实现复仇的利刃。而在战场另一边，李飞和曹豹率领的骑兵也赶到了现场。他们看到了曹马的尸体，心情沉重。李飞心中充满了悲愤和绝望，以为荒州王肯定已经完球了。而曹豹则在祈祷荒州王不要死去，因为他知道，如果荒州王死了，他的全家都会被皇帝处死。荒州王府的众人正在战场上紧张地收拾战利品，1000匹战马，1000套黑色轻甲，1000支马枪，1000把腰刀。这些珍贵的战利品足以建立一支强大的骑兵队。在打扫战场的过程中，他们收拾得很细致，将战马、战甲、武器一件不漏地搬入木寨之中。然而，正当他们忙碌的时候，藏剑少年来报告说，有2股黑甲骑兵正在迅速逼近，不知道是友还是敌。为了防止被夹击，夏天下令砍树，建立防御军寨。众人迅速行动起来，将马车赶入军寨，把战马拴好，将尚未剥光的黑甲尸体也搬入其中，以免被人抢夺。他们的动作迅速而有条不紊，完全按照王府的教导行事，出门不捡就为丢。当李飞和曹豹率领的青州骑兵到达时，看到这番景象，心中震惊不已。曹豹看到自己的弟弟曹马的尸体，心中悲痛难抑，怒火燃起。李飞则为夏天的安全感到庆幸，同时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。简易军寨内，夏天和老鬼一同紧张地注视着2路骑兵的举动。老鬼细致地观察着骑兵们的行动，发现了一些不寻常之处。首先，这2支青州骑兵之间似乎毫无交流，甚至在接近军寨时也保持着警惕，显然彼此并不合作。其次，虽然距离已经足够近，但他们并未采取冲锋的姿态，与传统骑兵作战方式不符。与此同时，赵子长和司马兰等人也对骑兵们的行为有所猜测。赵子长认为他们可能被某种力量所束缚，而夏天则借助司马兰的解释，知道了对方2个将领的身份，开始怀疑其中是否有些内情。曹豹和李飞分别带领着青州和荒州骑兵站在军寨前，彼此对峙。曹豹愤怒地看着挂在墙上的曹马尸体，心中满是怨愤和仇恨，但又不敢轻举妄动，因为他清楚自己若在这里行动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李飞则豪气干云，宣称要剿灭这些土匪，却被曹豹拦住，双方陷入僵持。夏天则眼观鼻，鼻观心，试图寻找其中的蛛丝马迹，以做出正确的判断。整个场面紧张而诡异，一触即发，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此时，场面一片混乱，曹豹心中烦乱不已。面对李飞的怒吼，曹豹眼红心痛，却强撑着不愿再看曹马的尸体，坚称那不是自己的弟弟。李飞的眼神中闪烁着一丝懂事，他察觉到了曹豹的难处。曹豹明显是接到了新的命令，不敢让荒州王受到任何伤害。这对于李飞而言是一个极好的机会，他不由得暗自窃喜，这场戏越来越有意思了。李飞怒不可遏，他毫不犹豫地下令进攻，打算将这个所谓的土匪军寨彻底摧毁。李飞的亲兵立刻行动起来，对曹豹的人展开了残酷的攻击。曹豹怒火中烧，挡在荒州王身前，誓死不让李飞和他的骑兵过去。战场上血肉横飞，刀光剑影交错。曹豹奋力抵挡着李飞的进攻，不顾一切地保护荒州王的安全。在一旁观战的司马兰则对李飞充满了好奇，他追问李国公是何等人物，却得不到明确的回答。而李飞却在战斗之余大笑着传达了李国公的话，说我义妹芙蓉很想你。曹豹明白自己被利用了，李飞既然是荒州王的人，李健和荒州王之间到底有何关系？这些问题令曹豹头痛欲裂。在战场的另一侧，一位绝色少女缓步而来，她眉心的红痣熠熠生辉，仿佛一位陆地神仙。红痣美少女秦红衣步入森林，身姿曼妙，犹如仙女般飘然而至。她目睹了沙湖口的激战，厮杀声不绝于耳，令她心生好奇。秦红衣对荒州王府的实力十分好奇，尤其对身边的2个三流武将卢树和高飞感到惊讶。他了解到，他们虽然是将门子弟，但天资平庸，从未有过外出历练，却被送到荒州王身边。除此之外，还有100名身中冰毒的伤兵命悬一线，需要珍贵的解毒之药。秦红衣心中疑惑重重，他怀疑荒州王身边的情况可能并非表面看起来那样简单。突然，一道青色身影从树顶飞来，挡住了他的去路。这是一个神秘男子，面容被伤痕遮掩，但气息却极为强大。2人展开激烈的交锋，剑气纵横，内力激荡。红痣美少女秦红衣对对手身份充满好奇，但也对他的实力感到震惊。在另一处战场上，荒州王夏天率领高飞和卢树展开激战，与曹豹等人对峙。曹豹的心中充满了怨愤和痛苦，他认为荒州王与皇帝串通一气，意图篡位，但夏天坚决否认了这一推测。荒州王夏天以强大的实力和智慧击败了曹豹。战场上，2000名骑兵鲜血染红了大地，沙湖口燃起了熊熊大火，将一切都化为灰烬。
就在此时，两个满身鲜血的人影从天而降，摔在夏天面前，生死未卜。一个是美少女秦红衣，另一个是满脸伤痕的男人。